世界千变万化，新闻随时发生，一波为您追踪。各位观众大家好，今天是2022年3月16日星期三，欢迎走进一波新闻热点。BC 准备结束年度夏令时，变更。BC 永久保留夏令时的计划在周二向前推进了一步，因为美国参议院一致投票决定在2023年让美国永久使用夏令时。BC 省长 John Horgan 主张该省采取此措施，但表示我们必须等待华盛顿州、俄勒冈州和加利福尼亚州一起跟进这一措施，而这些美国各州需要联邦政府的批准。霍根周二在推特上表示，他很高兴看到结束时间变化的进展，并指出人们已经准备好结束它们。周日，美国和加拿大部分地区恢复了夏令时，提前了1个小时。如果各州今年仍然没有得到联邦政府的批准，那么本年度夏令时间将在11月恢复到标准时间。最晚执行永久夏令时间也可能会推迟到2023年11月。自2015年以来，美国约有30个州已经出台立法，以结束每年2次更换时钟的做法。一些州建议只有在邻国也这样做的情况下才会更改。美国众议院能源和商业委员会本月就此问题举行了听证会。该委员会的主席众议员 Frank Pallone 说，失去1个小时的睡眠似乎影响了我们之后的几天。它还会对我们的孩子和宠物的睡眠模式造成严重破坏。民意调查发现 71% 的美国人反对每年切换2次时钟。支持者表示，这一改变可以防止因时间调整造成车祸率的上升。同时，研究表明，在时间变化后不久，心脏病发作和中风的发生率略有增加。美联储自2018年以来首次加息，加拿大通胀达到1991年以来最高。美联储周三自2018年以来首次提高短期利率，因为高通胀推动央行撤回其非同寻常的大流行时期的宽松货币政策。美国央行将其基准联邦基金利率上调了 0.25% 至 0.25% 至 0.50% 的目标区间。美联储还指出，面对乌克兰战争，经济前景高度仍然不确定。通过提高利率，美联储启动了提高借贷成本的进程，希望平息可能推高价格的需求。政策制定机构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 Federal Open Market Committee 发布的预测表明，美联储今年可能再加息6次，这意味着今年年底的利率将比去年高出 1.75%。美联储警告说，通胀不会立即因最初的加息而减弱。央行现在预计，到2022年，价格将上涨 4.3%， 远高于12月预测的 2.6%。到2023年，美联储希望将这一速度降至 2.7%， 然后在2024年降至 2.3%。到2024年底，美联储的短期利率可能会在 2.5% 至 3% 之间。美联储主席 Jerome Powell 已经在未来的会议上留下了更大规模加息的可能性。尽管在过去20年中，一次只加息 0.25% 是一种常态，但通货膨胀的快速步伐使一些政策制定者对双加息 0.5% 的想法产生了兴趣。但不确定性仍然存在，正如美联储所指出的，对乌克兰的地缘政治担忧。下一次政策制定会议定于5月3日至4日举行。加拿大的消费品价格继续上涨。加拿大统计局表示，2月份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同比增长 5.7%， 高于1月份的 5.1%。这符合预期，但这是自1991年8月以来的最大涨幅 6%， 通货膨胀率连续第2个月超过 5%。现在让加拿大人最感到心痛的是前往加油站加油，与去年同期相比，为汽油价格费用增加了 32.3%， 汽油价格比上个月上涨了 6.9%。食物也变得更加昂贵。在商店购买的食品同比增长 7.4%， 是自2009年5月以来的最大年度涨幅。
住房费用同比增长 6.6%， 是自1983年8月以来的最快速度。家用电器价格上涨了 7.8%。CBC News， 加拿大将取消旅客抵达前 COVID 测试。预计联邦政府最早将于明天宣布，进入加拿大的旅客将不再需要在抵达前进行 COVID 测试。知情人士证实，加拿大正在取消机场和陆地边境口岸的测试要求。目前，进入加拿大的旅客必须在飞行或抵达边境后的1天内出示抗原或分子检测阴性的证明。该测试要求将在本月底之前取消。此举发生在大流行2年后，因为旅行增加，各省和地区放宽了涉及疫苗护照、聚会和口罩的限制。政府上个月改变了进入加拿大的旅行者的规定，要求证明快速抗原检测呈阴性，而不是分子检测。消息人士称，联邦政府将继续在抵达加拿大后对旅行者进行随机测试，以识别和跟踪变体。政府一直在花费数百万加元对进入加拿大的接种疫苗的旅行者进行随机检测。政府对从加拿大出发的国内和国际航班、火车和 Rocky Mountaineer 列车以及邮轮的疫苗授权目前仍将有效。近似隔空对话的中美会谈。据南华早报报道，中美两国高级官员之间的讨论以失望告终，但至少他们承认各自的分歧，并同意保持持续沟通。有趣的是，中国最高外交官和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在罗马的会谈持续了7个小时。对于持续恶化的双边关系来说，这是一个出乎意料的漫长会谈。但如能帮助缓解乌克兰战争而加剧的紧张局势，以及习近平主席和拜登总统之间直接会谈的希望，那么这些希望就已经破灭了。充其量，双方承认各自的分歧，并同意保持沟通畅通。这一结果是令人失望的，尽管会议的筹备工作于去年开始，它本可能是在上个月乌克兰战争之前举行的，但据说推迟与中国对美国外交抵制冬奥会的不满有关。因此，尽管乌克兰战争在议程上显得尤为重要，但它远非杨洁篪与沙利文会面的唯一原因。这次会面的目的实际上是为了稳定自由落体的中美关系。话虽如此，乌克兰危机确实给人一种紧迫感。可悲的是，双方的声明反映了未能解决根本性分歧。中国将继续坚定地抵制美国的持续压力，不仅对乌克兰，而且对台湾、香港和新疆。北京感到愤怒的是，美国将其描绘成与俄罗斯在乌克兰的入侵相勾结，并预先知道俄罗斯的入侵计划。北京将其驳斥为虚假的信息战。中国驻美国大使秦刚在《华盛顿邮报》的一篇评论文章中抨击了这一观点，称如果北京知道的话，他会尽力阻止这场战争。有2件事说明了北京与华盛顿关系的现状：一是习近平和拜登彼此之间没有任何接触，但与其他世界领导人一直就乌克兰危机保持联系；其次，北京认为华盛顿未能兑现美国总统拜登在与习近平主席去年11月峰会期间的承诺，特别是在台湾问题上。如果没有具体证据表明另一次峰会能够取得实质性成果，以及美国认真对待该协议，那么可以理解双方的担忧只是空谈。中国参与了全球呼吁在乌克兰停火和和平谈判的进程。美国警告说，如果北京支持俄罗斯，它将面临2级制裁，这无助于解决两国之间的分歧。无论如何，中国不会支持俄罗斯，因为尊重主权是其外交政策的核心原则。至少双方已同意继续试图通过谈判解决分歧。但只要中国不相信美国真的想维持台湾海峡的稳定，两国关系就不太可能改善。谢谢各位的收看，一波帮助海外华人及时追踪全球各地发生的新闻热点。如果对您有帮助，欢迎点赞、订阅和分享。下期不见不散哦。